我买了8只大闸蟹，老公说老婆爱吃，8只都给老婆吃。谁知道我出门做兼职的功夫，老公把跟我结仇的婆婆接了过来，婆婆一个人吃了6只，剩下的2只全包给儿子吃了。我笑了，毅然决然提了离婚。老公却不理解我，不就是几只大闸蟹，你至于吗？别犯公主病了。儿子躲在婆婆怀里，奶奶说的对，我妈妈就是自私鬼，只顾自己。做完兼职，我冒着大雨赶回家，一进家门便闻到了大闸蟹的香味。本以为是老公难得体贴一回，蒸好了大闸蟹等我回家吃，谁知道换好拖鞋往里一看，近10年不相来往的婆婆坐在了餐桌前，她面前堆了小山一般的大闸蟹壳，不少还散落在地上。蟹黄、蟹壳和蒸螃蟹的水弄得地上脏兮兮的，而属于我们一家3口的大闸蟹，已经一根蟹腿都不剩。在他身边是我儿子，他此时此刻正倚在奶奶的怀里撒娇：“奶奶，你给我包大闸蟹，你真好，我妈妈都不给我包。”见了我进门，儿子只是抬头看了我一眼，连声招呼也不打。你怎么来了？我没好气，我跟婆婆有仇，不会跟她说话，更不会要她上门。婆婆用3角眼斜睨了我一眼，我怎么不能来？我儿子买的房子，还有老娘不能来的道理。今天我儿子买了上好的大闸蟹，特意把我接过来享受了，说什么他儿子买的，明明是我自己买的。3两5的大闸蟹，一只大几十，花的可都是我自己做兼职的钱，怎么就成了他儿子买的了？就算是他儿子买的，他全吃了是什么道理？8只大闸蟹4个人，理应是1人2只。这时，老公从客卧走了出来：“你回来了，正好见今天大闸蟹好，我将妈接了过来一起吃一下。”我笑了，我很喜欢吃大闸蟹，近期的梦想就是好好的吃到痛快。我在买前问老公和儿子想吃多少，儿子说妈妈帮我包的话，我可以吃2只。老公说我不吃，太麻烦了。于是我买了8只，想说老公嫌麻烦只吃2只，孩子我可以协助他，让他自己包锻炼动手能力，也算2只。那我自己吃4只，4只3两5的大闸蟹，鲜香的蟹膏，肥厚的蟹肉，就着一些饮料和综艺，慢慢看，慢慢吃，堪称中年女人的浪漫。大清早从菜市场买好螃蟹之后，我一早上心情都美得冒泡泡。我买好带回家之后，老公见我这般欢喜，笑道：“老婆爱吃，8只都给老婆吃。”当时我还乐开花，觉得自己老公真是个好男人。谁知道回家之后见到的是这样的情形，我深吸了一口气，却怎样也咽不下心里的不甘，转头质问老公：“你早上不是说我爱吃大闸蟹，给我吃8只，怎么现在我连个蟹腿都分不到？”老公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倒是婆婆叫唤起来：“吃8只这样的闸蟹？”瑞儿说了，这样的大闸蟹1只可是好几10块钱的，你一个人吃8只，你是什么有钱人家的小姐吗？那我家瑞儿辛辛苦苦在外面赚钱，不都得被你败光了？哎呦，可怜的琪琪，摊上了这样一个贪嘴的妈，我不能一个人吃，你就行。婆婆挑眉冷冷盯着我，我是她的亲妈，我吃2只大闸蟹怎么了？你呢？你这么多年了没赚钱了，每天在家躺，你配吃这么贵的大闸蟹吗？所以你一个人吃了8只大闸蟹，反而来说我嘴馋，那你是什么？饕餮转世？婆婆没文化，听不懂什么叫饕餮，但也明知道我这是在骂人，当下气得满脸涨红，让婆婆吃瘪。我心里暗爽，没想到响起一道软糯糯的童音：“奶奶可没那么嘴馋，一个人吃8只，她给我包好了，我吃了2只呢。妈妈都不给琪琪包螃蟹，
奶奶说妈妈这样就是不用心，对琪琪不好。儿子抱着婆婆的胳膊，满脸亲昵。老公也蹙起了眉头，指责我：妈吃多了2只大闸蟹而已，你至于这样骂人吗？大不了再去买呗。苏雪，你怎么变得这样小气？有一瞬间，我觉得我比婆婆更像个外人。我苦笑，我提前半个月去找老板订了大闸蟹，这基本已经是最后一批了。再往后，大闸蟹就不肥了，不够好吃了。我1年就吃这么1、2回，你明知道我有多爱吃，但是你还是这样做。我的需求就不是需求，我就非得每天沉默地围着灶台转，服侍你和你儿子吗？我知道你爱吃，但是你1年好歹还能吃上1、2回。妈活到这个岁数了，1次都没吃过。我们做子女的也要孝顺一下。她这次是没收住嘴，一下子吃多了，没给你留，下次就知道了。大家平均分不就好了？你也别这么小气了。下次，又是下次。即便我已经非常委屈，陈瑞却没注意到我的低落。陈瑞，我觉得这样的生活特别没意思。我叹了口气，打算去客房拿东西。我一打开客房房门，就注意到里面摆着2个大行李箱。行李箱摊开了，那里都是花花绿绿的老人衣服。难道他要搬进来？我眼前一黑。自从几年前发生了那样的事件之后，我都不愿再联系婆婆，更不必说同住一个屋檐下。陈瑞，我指着行李箱，手指颤抖。陈瑞跟了过来，妈年纪也大了，前几天在厕所差点滑倒了，哭着给我打电话。我实在是不忍心让她一个人住，她来了，也多少可以帮你一些忙，就算是她之前犯过一点错，那也过去了，是她不知者无罪。雪，日子还要过下去。我们看开一点，以后我一定跟她强调，让她都听你的话。闻言，我气得浑身发抖，大喊：陈瑞，你不觉得很耳熟吗？这些话婚前我就说过不跟婆婆一起住，但是你也是这么对我说的，我信了。结果呢？她把卫生巾冲马桶里面，导致马桶堵掉，把沾了脏东西的纸巾丢在我们的床头柜上，脏鞋踩了水在家里到处走，还囤积一大堆没有用的东西。这些也就算了，你说她是农村人，卫生习惯不好，我信了，我忍了。然后呢，她偷带我的饰品，偷穿我的胸罩，还把我新买的内裤拿去试了，不洗就给我丢盒子里，这是什么意思？你解释。她没见过什么好东西，我又忍了，我全套都给她重新买了。我哽咽了一下，抽了张纸擦眼泪，继续道：然后呢，她偷用儿子的婴儿面霜，然后把自己过期的路边她买的面霜挤进去，导致儿子严重过敏，送去了 ICU， 差点没救回来。你当时去出差了，是我半夜背儿子去医院，是我几乎没合眼照顾儿子，1周轻了10多斤。医生给儿子下病危通知书的时候，我差点跟着跳楼了。这个又是什么意思？陈瑞张了张嘴，哑口无言。我死死盯着陈瑞。现在你跟我说他老了，他要搬进来，他能帮我忙，你以为我还会再信你？他不敢直视我，移开了目光。这时候，陈琪却道：奶奶说她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奶奶对我这么好，还给我包螃蟹，包得手都破皮了。我每周6下午去奶奶家的时候，她也给我看电视，吃棒棒糖和好吃的冰激凌。奶奶是最好的奶奶。我哽住，看向了儿子，他还是依偎在婆婆怀里，两人就像是天底下最亲密的祖孙。原来陈瑞借口说带着陈琪去学围棋，其实是去找婆婆看电视吃零食去了。怪不得明明我没让陈瑞过多接触电子产品，
但他的远视储备还是下降了，而且也发现了蛀牙。我这么辛苦，都是为了儿子，结果儿子居然是个白眼狼。是我为了这个家做这么多，结果连吃大闸蟹都不配。你们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吧。我回了房间，锁上了门。门关上的瞬间，眼泪滑落。在我没结婚生孩子之前，我一切都可以为了自己的快乐去做。喜欢吃大闸蟹，我发了工资就去买，别说8只，10只都可以，配点小啤酒，熬夜啃。喜欢出去玩，我每年都在东南亚的街头，穿着清凉的小吊带，跟着姐妹们边吃热带水果边到处乱逛。不想工作了，我就任性的辞职，自己去大理、西双版纳、北疆旅居，一个人走过了祖国不少壮丽山河。自从生孩子之后，我一直在为家庭、为老公、孩子让出自己的利益和体验。孩子喜欢吃的东西，我要让出；老公喜欢干的事情，我要陪着；婆婆那么奇葩，我要忍着。渐渐的，我就像是这个家庭的养料，牺牲自己，委屈自己，但是没有人看到我的牺牲，把一切都当作理所当然。我曾经也是一个明媚的女孩呀，有着不错的经济条件，思想自由的像脱缰的野马。这就是我想要过的生活吗？我摇了摇头，拿出了行李箱。我收拾好了行李，不过放了半个行李箱。婚后8年，就像是一次渡劫。我摇了摇头，感觉自己真是傻得可怜。然而，就在我准备逃离这个家的时候，门外却传来了阵阵欢笑声。开了门，陈琦正在看动画片，婆婆一颗一颗地往她嘴里喂瑞士糖。陈瑞敲着搅拌，躺在沙发上刷某音。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我也跟着笑了。这3个人就让他们烂在一起，姐再也不掺和了。见我拖着行李箱，陈瑞坐直了身体。你去哪里？你有空吗？陪我去趟民政局。干什么？我淡淡道，把离婚证领了。苏雪，你疯了？我没疯，我是8年的疯病好了，就因为几只大闸蟹，你就要离婚？你至于吗？别犯公主病了。陈瑞，别不懂装懂。几分钟之前，我才刚带你回忆过你妈和你做的好事。哦，那是我妈没见识、没文化、老糊涂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说我妈害得琪琪进了 ICU， 我不就马上让她搬回去自己住？7、8年到现在，我几乎没跟她见过面，连她生病了，我也没去医院照顾过。我为了你，我已经把我亲妈放在一边了。你还要我怎么样？我也是人，我也是有孝心的。你难道非要我和我妈决裂吗？你别搞笑了，陈瑞。什么叫你因为我不孝了？你妈惹出的事，哪次不是我来收拾烂摊子？你妈生病了，我让你去照顾她了，但是你不想去，还是你不能去？别拿我当挡箭牌了，好不好？一遇到事情就装死，在我面前说你妈的坏话，在你妈面前说我的坏话，把自己衬托得像个好人，你不觉得很可笑吗？自私自利。陈瑞接着道，这几年你不工作了，是我在外面努力赚钱，给老板当孙子，你弄清楚，是我养的你，我已经很辛苦了，难道回来还要把你像公主一样捧着吗？陈瑞，你拿着6000多的工资，自己抽烟和零花钱花2500，给我4000块，房贷就得花3000，我拿着1000块照顾家里，每个月都入不敷出，还得自己做兼职，这叫你养我？本来你年终奖和我一些之前的积蓄攒了30万，我叫你提前把房贷还完，但是你非要拿去炒股，现在呢，全部被套牢在股市里面，割肉卖只能卖3、5万，这就是你给家庭做的贡献。我拽起陈瑞拖着行李箱
就要往家门口走，想到儿子陈奇，回望了一眼，却见他搬了个小板凳，坐在电视的近前，差点要钻进去。我心想，孩子小，他还不懂事，真离了妈妈，多可怜呐！毕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于是叫了他一声：“琪琪，妈妈要走了。”陈奇转过头来瞥了我一眼：“奶奶说的对，我妈妈就是自私鬼，只顾自己，连琪琪都不要了。”我长吁了一口气，继续拽着老公想去民政局。老公不情愿。这时，婆婆轻推了一把老公，对着我露出了一个嘲讽的笑容。她这样没本事的女人，离了老公能做什么？过了几天就老实了。求你让她回来，我看呐，你就跟她离婚，看她敢不敢签字。闻言，老公这才愿意跟我去民政局。外面还在下暴雨，雨刮器辛苦地刮来刮去，但能见度仍然不好，车开得很慢。在车上的功夫，我给闺蜜发去了消息：“老板，我愿意去你那儿工作，明天就能正式入职。”我和闺蜜是在烘焙师培训班中认识的，但现如今闺蜜是年收入100万连锁面包房的老板，而我只是一个月薪2000做烘焙兼职的家庭主妇。但即便如此，我的手艺还是比他们一个月好几千聘请的面包师要好不少。我尤其擅长做蛋糕和甜品，他前段时间也一直在邀请我去他那里做全职工作。之前我担心需要接送孩子上下课，还需要辅导孩子学习，没有多少时间，所以一直是兼职。但是现在我终于自由了，跟闺蜜谈妥之后，民政局也到了。8年前，我跟陈瑞也是在这里领证，没想到如今就要画上句号了。当时的我，饱含着对爱情的向往，即便陈瑞没车没房，没有特别好的工作，也没给我多少彩礼，但我还是毅然决然地裸婚了。当时的我太过恋爱脑，觉得自己看中的是陈瑞这个人。事实证明，人在年轻的时候没本事还不上进，在以后大概率也是没本事的。我们走完了手续，临确定要离婚签字的时候，陈瑞转过头定定地看着我：“苏雪，你已经不是当初的年轻女孩了，你现在已经30多岁，生了孩子身材走样，脸也不好看了。离了我，以后可没什么好男人了。再给你5分钟仔细考虑一下，如果你现在说不离婚了，回去跟我妈道个歉，那我就当今天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以后我们还可以做夫妻。都到了这个时候，还在扑我，但是我可再也不会相信了。我即便是身材不好也不好看，但那又怎么样？我生下来是要活出自己的精彩，而不是当个花瓶靠着别人的。我刷刷在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对陈瑞来说，我这样把他当成垃圾的态度，似乎损伤到了他的自尊心。他摇了摇头：“苏雪，我还是把你保护得太好了。你这么多年没工作，你不知道现在社会是有多残酷。像你这样的女人，根本是找不到什么正经工作的。没有我，你怎么养活自己？你怎么不明白呢？到时候如果说穷得吃不起饭，再回来求我多难看呢！哈哈哈！你最好祈祷那时候我还愿意接纳你。”我耸了耸肩，我们现在也没多少存款了，房子也把首付亏掉了。我不要额外的钱，但是你当初给我的2万块钱彩礼，3金我都带走了，孩子归你。我们共同财产额外的部分，就当时我给陈奇的抚养费了。以后1分钱我都不会出，有任何的事情都别来找我，我也不会管。陈瑞气得牙痒痒，狠狠地瞪着我。我故意出言激他：“怎么不签字？不会是舍不得我了吧？像你这样的老男人，长得丑，身材又不好，跟纸格嘛似的，工资1个月才6000多块。还不够有能力的小姑娘买个包，
还带着个事儿逼老妈和拖油瓶儿子，你不会担心离了我，就再也找不到冤大头接盘了吧？”果不其然，他气得立马的签了字，恶狠狠地对我说：“以后就算是你跪在地上求我，我都不会看你哪怕一眼。”我笑了，我也是。走出民政局的时候，暴雨居然停了，天空中挂着一道彩虹。我知道这是上天给我的暗示。离婚后，我在面包房旁边租了一套单身公寓，但大多时候都泡在厨房，心无旁骛地研究起烘焙技术来。烤箱里，面团逐渐膨胀，外壳变得金黄酥脆，麦芽香在烤制中变得浓郁。出炉后，撕开面包一看，气孔均匀，捏一块放入嘴里，外脆里嫩。这让我想到了自己跟闺蜜在烘焙班里面认识的时候，虽然很累，但我们都梦想着能拥有自己的面包房。带着这样的盼头，即便是天天忙到半夜，也甘之如饴。为了家庭，我的梦想已经被耽误了8年之久。如今，这样的机会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我知道我将为之不懈努力。除了兼顾面包店需要消耗的量之外，我开始自己研究起新配方，主动去找闺蜜商量店铺经营的方式。现阶段，经济能力上来，大家的健康意识都觉醒，也有一部分人愿意进行消费升级。我们其实可以将面包的品质拉高一些，最好的师傅用最好的材料跟别的店铺做出来差异，这样可以吸引来部分追求品质的、愿意为了品质花钱的客户。经营方式是这样的 too， 我已经研究好了，再加上我们可以优化这些个部分。你看，我将我这1个月彻夜研究出来的接近万字的方案交给闺蜜，我深吸一口气，终于开了口。我的诉求是，你投资我50万，我在小红书上开一家网店。闺蜜意外地看了我一眼，在仔细地阅读了方案后，我俩围绕着一些细节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和演示。在她办公室的白板上，我们写写画画，一直到了后半夜。俯瞰着城市的霓虹，闺蜜从酒柜中拿出一瓶红酒，一人倒了一杯。透过酒红色的液体，霓虹闪烁，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终于，闺蜜看着我，笑着对我说：“可以，这个项目我王多鱼头了。”一瞬间，我整个人放松下来，瘫在了椅子上，鼻子一酸，一滴泪就落了下来。我透着玻璃的反光，看到了一个中年妇女，她的容貌很平凡，眼角是被生活毒打的细纹，哭得落魄又可怜。但是她的瞳孔中再次出现了对生活的热爱和自信。雪雪，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虽然看着云淡风轻的，但是心里是有野心的，对于烘焙也非常热爱。期间你回归家庭，我一度觉得非常遗憾，但是只要是你醒悟过来了，就都还来得及。事实上，你的视野让我很意外。虽然你选择成为家庭主妇，但是你一点儿也没有跟市场脱节，甚至你的观察比我更加细致。以后我们会成为最好的合作伙伴，我们的目标是一起赚大钱，一起成为了不起的大女人，一起赚大钱，一起成为了不起的大女人。碰杯的声音清脆悦耳，我饮下了一大口红酒，血液跟着燃烧起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兼顾店里生意的同事，开始认真地筹备网店。然而就在我最专注的时候，老公和儿子突然找上门来。我在店铺里看店，帮一个顾客将面包切好，正好装袋的时候，有人推门进来。我抬头一看，发现是陈瑞牵着陈琦。我一眼便看见陈琦已经戴上了近视眼镜，瘦巴巴的，跟一只小猴子似的。他才刚上小学1年级，居然就近视了。我心里燃起一股无名火。陈琦见了我，
马上甩开了陈瑞的手，跑来牵我的手，委屈地喊了一声：“妈妈，你们怎么来了？”我帮顾客装好袋，收好钱，将其送走。陈瑞笑道：“儿子想你了，我带他过来找你。妈妈，你都不知道我这2、3个月是怎么过的。奶奶做饭真的太难吃了，也不喜欢收拾家里。我的校服穿了1个星期，都快臭了，奶奶都不帮我洗干净。她只知道下楼去找那些老太太打牌聊天。果然，这个世界还是妈妈好。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琪琪真的很想你。”陈琪摇着我的手撒娇：“你不说我还忘了，有个东西要给你。诺，琪琪小朋友，麻烦你在这个协议上面签字吧。”我从包里拿出一份协议和笔，翻到了最后一页，指了指署名让陈琪签字。陈琪懵懵懂懂接过笔，陈瑞却是抢过了协议。翻看之后，面色铁青，他将协议摔在桌子上。协议首页赫然写着断绝关系书。苏雪，你是什么意思？你还是人吗？亲生的儿子都不要了，你还有没有良心？陈瑞怒骂道。我冷笑一声，我跟你离婚的那一天已经说明白了，我只要2万块钱和我的3金，你儿子我通通不要。你不是同意了吗？我以为你是一时在气头上，想说给你一点时间冷静一下，究竟是想给我时间去冷静，还是缺个免费保姆？你自己心里清楚。反正我们自打离婚冷静期结束，正式离婚之后，一点关系也没有了。儿子还这么爱你，他天天想着你，你就是这么对他的。儿子爱我。我再次笑了，笑着笑着，便觉得有几分心酸。离婚之后，我拉黑了老公和婆婆的微信，但是儿子的微信我还是留着的。然而他天天只会在朋友圈晒自己和奶奶、爸爸的合照，晒婆婆又给他买了什么小甜品，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我。哪怕儿子才小学1年级，也已经懂一些事了。在他的心目中，妈妈一直是个没有经济能力的家庭主妇，但他一点也不关心妈妈的死活，这样叫爱？刚才儿子口口声声说想我，提到的却是婆婆做饭不好吃，不洗衣服。我在他的心目中就只是个洗衣做饭的保姆，这样的孩子，我又有什么可留恋的呢？我丢下一句话，然后开始忙自己的事情。签完字就滚出去吧，这里不欢迎你们。然而陈瑞却把我手上的木托盘摔在地上，托盘4分5裂，面包滚落满地。苏雪，你等着，我要把你告上法庭。陈瑞撂下了狠话。2人走了之后，我收拾好，继续忙自己的事情。我知道这2个烂人不值得我多花时间。我的网店已经在进行试营业，目前来看，客户的反馈都非常好。我虽然烘焙手艺不错，但新媒体运营方面还确实是个小白。于是我请教了一位学长，他如今已经是很有名气的自媒体博主，从零到一孵化了多个品牌的主理人。在得到了一些建议之后，我重新整理了自己的思路。我决定前期还是不把品类放得太多，突出3到5个单品，等到积累了一批忠实客户，再慢慢地推出新品。另外，我还将包裹、物流都仔细地检查完毕，确保不会因为这些影响到面包的品质。我的网店开张了10天之后，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个口味的欧包爆单了。打开后台的一瞬间，我激动地捂着脸痛哭。成为全职主妇的那一刻，我就面临着自尊心的打压。你天天在家里躺着，你懂些什么？你没本事，靠着老公养，你就是拖油瓶。像你这样的人，被社会淘汰了，跟社会脱节了，以后也只能图着老公对你好，图着儿子有本事。我要是你呀，喝杯奶茶我都觉得羞愧，不过是寄生在老公身上的害虫。
我在外面赚钱，给老板当孙子，我都这么辛苦了，你好意思再让我做家务带孩子？但是我又有什么选择呢？老公不帮我，婆婆净添乱，儿子因为婴儿时期被过期面霜害了，体质一直很差，动不动就发高烧进医院吊水，我只能放弃自己的事业，被迫成为全职妈妈。但是没有人会看到我的难处，在社会主流思想中，全职妈妈一直是类似于幕后默默奉献的角色。但事实上，我一直觉得全职妈妈是伟大的。老公、儿子、婆婆是这样的人，我不愿意再妥协了。我通宵工作，将订单考好发出，在第二天上午同步了闺蜜这个好消息。同时请他调拨额外的人力给我，网店的一切都欣欣向荣，很快就回收了前期投入的宣传费用。然而就在这时候，我收到了法院的传单，我被陈瑞以弃养罪起诉到了法庭。闺蜜帮我看了一眼，就笑了，她知道这个传单是伪造的，你已经支付了陈琦的抚养费，也正常离婚了，怎么样都是正规的。这个狗男人应该是真的去法院咨询了，但是没得到什么进展，所以直接 PS 了一张。过了几秒，我的手机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我接起来，收到传单了，后悔了吧？是陈瑞的声音。我笑了，离开了吸血鬼，我高兴还来不及，怎么会后悔？见我无动于衷，陈瑞反倒急了。你把2万块和3金还我，我就去撤销，不然你就等着法庭上见吧。怎么，没钱了就想到我身上吸点血？你这个穷男人没找到继续愿意给你吸血的人，就开始气急败坏了。你想告就去告啊！你以为我会怕你？陈瑞，我还以为你多有本事你呢，没想到啊，这才多久时间就开始主动找我了呢？如果你态度好一点，我说不准还能赏你20块钱买包老鼠药吃，早死早超生。老婆，我知道我之前糊涂，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但是一日夫妻百日恩，看在我们曾经相爱这么久，你就原谅我吧，以后我一定都听你的。现在你是年轻，多少能自己赚点钱养活自己，但是以后呢？年纪大了，还不是要靠琪琪养老？现在房子就要断供了，如果断供了，我们几十年的努力都会搭进去，以后真的你、我、琪琪一家3口都活不下去了。哦，你不是离了我会更舒服吗？怎么不过几个月，连房子都要断供了？老婆，我真的好后悔，我现在才知道你是对的。我妈她真不是个东西，她每天好吃懒做，只想着下楼跟别人打牌，不做家务。我们父子跟生活在垃圾堆里面似的。不仅如此，她还被买保健品的人骗了好几万。你肯定要问她哪来的钱？她居然为了买保健品去网贷呀，甚至还偷了我的身份证，去网贷了好几万。因为我欠了一屁股债，现在每个月还利息都要3000块，除开房贷，我跟儿子一个月只有500块钱，怎么能生活下去？儿子每天没人照顾，学也不上了，躺在家里喊饿，可怜死了。老婆，我现在已经把我妈赶回老家了，我发誓，以后我跟她一点往来都不会有，就让她自生自灭。老婆，求你了，你赶紧回来吧，我给你跪下了。我沉默了几秒，那头的陈瑞以为打动我了，赶忙趁热打铁，说得哽咽了。而这头闺蜜却是死死地盯着我。雪雪，心疼男人会变得不幸，你的生活好不容易有了起色，我们说好要一起赚大钱，一起成为了不起的大女人的，难道你说放弃就放弃吗？闺蜜这般说，我终于没忍住笑出了声。你以为我是在心疼男人？不，我只是看乐子觉得很有意思罢了。
在这个狗男人身上的坑我已经踩多了，以后就算是他跪在我面前，我也不会在意，哪怕是1秒钟。转头，我对着电话道：“不好意思，我和你和陈琦好像不是一家3口吧？我和你已经离婚了，跟陈琦也已经断绝关系了。你妈和陈琦3个人一辈子锁死吧，别来沾边。”挂了电话之后，我继续向着闺蜜汇报告老板，幸福面包房营业1个月，营业额是100万，扣掉宣传费用、物流费用、设备折旧、面包原材料、租金和人工费用，我们赚了10万。现在因为用户量的积累，我们不需要再投入那么大量的宣传费用，而且营收保持着上升势头。这意味着下个月我们能够赚更多。雪，你的事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你会赚到越来越多的钱，你很快就能买得起奢侈品包、车、房，可以四处去旅游散心。雪，我们大女人的世界就是这么丰富多彩。我本以为事业会顺风顺水，谁知道突然有人发帖子曝光我，幸福面包的老板娘 Essex 抛夫弃子，还把婆婆害到上吊，开店的几10万块听说是做不正当的生意攒来的。这样恶毒的人做面包也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料，姐妹们还是别买了。帖子后续的几张图片记录了所谓的事实。第1张图片是婆婆的尸体，听闻前几日婆婆上吊了，如今尸体还在祠堂里，被打了码，但听说面容青黑，舌头伸得老长。上吊之前，她写了一封遗书，说我没有良心，怂恿陈瑞弃养，把他逼死了，这我不得好死。第2张图片是陈琦因为营养不良昏倒，被学校送到医院的照片，他面黄肌瘦，双目无神。第3张图片是陈瑞的家被法拍的照片，他因为断供，房子被银行收走了，且因为借了网贷还不起，债主给他通讯录的所有人都打了电话，发了短信，包括陈瑞的老板和上司。于是陈瑞喜提开除。第4张图片是我踩着高跟鞋从新买的车上下来，春风满面的样子。很快，这个帖子就有几10条的跟评。我就说，一开始吃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我买的全麦谷物面包，跟实体店买的味道根本不一样。当时我就发了帖子，结果被幸福面包房的水军举报了，差点都封号了，避雷了。最近老是刷到推广，我买了几种想试试看，结果刚下单就发现了这种事情，我赶紧去退掉，谢谢楼主。天哪，对于陈瑞一家来说，这个女人完全是伥鬼呀，把一家3口几乎都要害死了，但是自己过得这样好，这样的人难道不应该被抓进牢里吗？Essex 能在不到半年就做得这样成功，赚了这么多钱，背后没有一点帮助，我是一点儿也不信的。没想到有钱男人也有眼瞎的，他长得可一点也不好看。这评论区我越看，眉头越紧皱起来。在开网店的这段时间里，我并不是没有遇见胡搅蛮缠的客户，有为了退款恶意 P 图的，有对家请来故意抹黑的，但是冲着我来的，我还是头一次遇见。只是我从来没有在互联网上透露出自己的公开信息，到底是谁曝光的这些内容？我看向了商家端的后台，自从帖子出现之后，不少订单申请了退款，也有不少已经买了并且到货的客户要求要退货，寄回的面包只能报废掉，还要亏掉运费，每一单都面临着几10块钱的损失，加起来就是好几万。闺蜜打来电话安慰我，没事的，凡事没有一帆风顺，而且这点损失咱们还经得起，你好好的解释一下，咱们不愧于任何人，大不了重新打造一个品牌。
我们有重新来过的资本和勇气。我却道，我觉得其中有蹊跷啊。在陈瑞那边，我一个字都没透露现在的情况，而且他一贯瞧不起我，肯定不会联想到我已经做成了一番事业。这件事，我觉得并不是陈瑞曝光的，而是另有其人，并且我倾向于是我们身边比较熟悉的人。闺蜜沉思了片刻，小刘一开始就加入了，而且我不经意给他透露过你曾经离过婚，难道是他？我刚换了车之后，小刘也跟着换车了，但是他家庭条件普通，也没有什么面包店的股份，拿的是死工资。我觉得他没有钱能换，除非是收了别人的钱。你提醒了我，前段时间也出现过店铺丑闻，我不得不卖了一家店，竟亏损上百万，背后真的有可能是小刘做的。而且我们的竞品趁着这段时间，的确花了很大一笔钱打品宣，循着蛛丝马迹和一些专业人士的帮助，我们很快查到了背后推波助澜的人。果不其然，是我们最大的竞品。他们从小刘那边获悉了一些信息，于是找到了陈瑞。陈瑞此时此刻没了工作和房子，又死了吗？正是最落魄的时候，听闻有一笔钱能赚，立马啥也不管不顾了。亲妈可怖的死状是他拍了曝光在网上的，孩子也是他不好好带生病住院的，而他把他自己包装成了被伥鬼老婆害惨的老实人，连夜开通了个人的社交账号，发了好几个帖子消费我变现，还开了水滴筹说要给他妈筹火葬场的费用。我气得牙痒痒，这样恶心的商战手段都用，真是不要脸。闺蜜叹了一口气，这样的手段可是层出不穷，所以说要想当个了不起的女人，真的还是挺难的。我再也没有一丝畏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就不信我苏雪做不成。我俩继续伏案，开始研究对策，最后我们还是决定诚实相告，但这意味着将我的伤疤撕开，展示给全网的人看。我将我8年来经历的种种都总结好，录制了一条长达8分钟的长视频。在视频的最后，我诚恳地对着镜头说，当我失去了美好的爱情和亲情之后，幸福面包房就是我的新生，是我活下来的救赎，是我10年来的梦想。说起来有点好笑，又有点热血。我跟我闺蜜约定要成为了不起的大女人，我靠着幸福面包房截至目前的几万条好评，我觉得我确实在成为了不起的女人的路上做得还不错。我不想包装我自己，我只是想把现实告诉大家。我们把幸福面包房这几个月的监控数据都从云盘导出了，大家可以点击链接拉进度条自行观看，每一秒我都问心无愧。公告发出后，身为大网红的学长也帮我转发，为我站台。公告累计收到了近10万条点赞，不少人留下来声援。这是什么大女主爽文啊？好看，爱看，多发。对了，如果看完老公和婆婆的笑话，可以赶紧继续研究新品。这个社会对女人来说太难了，家庭不和是女人的锅，孩子不聪明是女人的锅，婆婆身体不舒服是女人的锅，老公出轨也是女人的锅。现在女人成功了，居然还被人泼脏水。俺王某某在这里办实名支持姐姐，面包超级香，已回购，勿辜负。看小姐姐的经历看哭了。我也是个全职主妇，被老公婆婆孩子无视，几乎成了家庭的边缘人。但我想说，我对家庭的贡献也很大。我是家政、营养师、家教，在外面起码得1万块钱工资吧。我决定过几天去高级家政公司应聘了。我也要赚大钱，也要成为了不起的大女人。借着这一次风波，幸福面包房的名号反而打了出去，订单激增。我每天忙得很，
2、3个月内就瘦了20斤。后来有次正好跟学长见面，学长看向我的目光满是赞赏。终于，你又有了当初的生机。因为我搬了家，又换了新手机、新号码、新 VX， 好不容易有天给自己放了个假，我才想起自己丢在角落的旧手机。打开一看，发现几千条电话和短信，几乎全是陈瑞发的，抒发他对我的仇恨。但最后一条是1周前，而在1周前，陈琦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妈妈，奶奶被催债的逼到上吊，爸爸酒驾成了植物人，姑姑也不愿意养我。我知道我之前做了不好的事情，但是我现在真的知道错了。你每个月给我打的1000块钱，我自己都收好了。500块是姑姑帮我租房子，还有500块我在学校食堂和楼下的小餐馆吃饭。我现在会好好学习，也拿到了3好学生的奖状。妈妈，我不奢求你原谅我，但是等我以后成为好小孩，你偶尔可以来看我吗？陈琦如果表现良好，我会考虑重新抚养他，但如果他依旧是个自私自利的坏人，那不好意思，我会保持现在的样子，供他到18岁，然后老死不相往来。我长叹了一口气，婚后的8年，终于以这样的结局画上了句号。曾经的我没有选择的能力，但是当我有了能力之后，一切都发生了逆转。我美好又璀璨的大女人生活刚刚拉开帷幕，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亲爱的，你快去看看，男方家的表弟在里面求婚了。我和老公在门口迎宾时，婚礼策划突然脸色焦急地跑到我面前。什么意思？我听得有些懵。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为了有个美好的回忆，我付出了多少金钱和时间，找场地、买婚纱，和婚庆公司商讨方案。这么重要的日子，居然有人在独属于我的婚礼上求婚，这人还是我老公的表弟。老公任志刚见我脸色不好，柔声说：“老婆别急，我们先过去看看。”我提着厚重的婚纱，火急火燎地往宴会厅赶。精心打扮的男女站在宴会厅中心的花门下，我的婚礼司仪正站在正前方，拿着话筒为他们主持求婚仪式。男人是任志达的表弟张炳荣，他手上拿着我价值4位数的铃兰花金桂捧花，对着女生深情表白。女生则一脸感动，身上还穿着我价值10几万定制的苏绣旗袍，那是等会儿晚宴开始时我要更换的礼服。一旁的表姑妈还指挥着我花钱雇来的2个摄影师，给他们拍照，多拍几张。对，就这样，这个角度好。我气得浑身发抖。我花了将近100万的婚礼，竟然有人想要白嫖。早在中午的时候，任志达带着表姑妈和他表弟来我的化妆间，要求等会儿扔捧花的环节，将捧花直接交给张炳荣，这样他就可以向女朋友求婚。表姑妈还伸手去摸我挂在衣架上的旗袍，这旗袍可真好看，顺便也借给我们炳荣女朋友吧，她和你的身材差不多。我心里已经非常不高兴，直接瞪了任志达一眼，对着这母子皮笑肉不笑地说：“捧花呢？等我仪式举行完可以留给你们。这旗袍是我等会儿要穿的敬酒礼服，恐怕不能借了。您要是真看得上，我可以把定制旗袍的店面信息发给你。”表姑妈脸上顿时一阵白一阵红，不借就不借，真小气。她嘟囔着，拉着张炳荣离开。我以为这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这对母子脸皮居然这么厚，一股邪火直冲天灵盖。再也忍不了了，我当即摘下头纱，一脚跨上了搭建的台子。停下，谁准许你们在我婚礼上求婚？现场安静了一会儿，表姑妈先开口说话，她皮笑肉不笑：“哎呦，
是莹莹来了呀。放心，我们这边求婚很快结束了，不会打扰你和志达结婚的。说着，让司仪和摄影师不要停下。身为当事人的张炳荣和他女朋友柳如烟，甚至只往这边看了一眼，就继续手上递戒指的动作。我眼睁睁看着张炳荣手中捏着的原本光泽鲜亮的铃兰花，逐渐变得枯萎。任志达上台拉住我的胳膊，压低声音：“算了算了，莹莹，都是亲戚，看见老公这个反应，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没有任志达授意，司仪和摄影师怎么敢？”我脱下高跟鞋，狠狠地拍在他的胳膊上。任志达吃痛松开。我朝着司仪和摄影师怒吼：“都给我住手，不然我剩余的钱1分钱都不会付！”这下，司仪和摄影师终于面面相觑，停下了动作。表姑妈的表情不以为意：“莹莹，不是姑妈说你既然嫁到任家，就是任家的儿媳妇，大家都是亲戚，帮衬一下，怎么了？”我气得冷笑：“我是嫁给姓任的，不是嫁给姓张的。怎么你儿子是任家的私生子？你们这群小偷，都给我从我的婚礼滚出去！你！”表姑妈开始嚎啕大哭：“作孽呀！”张炳荣刚给柳如烟套上戒指，还没来得及起身，他一脸怒容：“表嫂，你这是干什么？我正求着婚呢，你要闹能不能看看场合？”怒气直接涌上胸口，我破口大骂：“谁 TM 在别人婚礼上求婚？有你这么求婚的吗？自己没钱装什么大款？凭什么蹭我的婚礼？”我顺势夺过他手中的捧花，这束捧花，我特地叫人从法国空运的，现在已经脱水了，你给我赔钱！张炳荣脸色一阵青一阵红：“嫂子，我在你婚礼上求婚也是为了沾沾喜气呀，有必要这么小题大做吗？”就是。柳如烟摸着手指上的戒指，耷拉下了脸：“今天是多大的喜事啊！表嫂，你干嘛搞得大家面上都不好看呢？”我恨不得上前就给他一巴掌：“别 TM 给脸不要脸！脱下来！”我几乎吼着说出这句话：“你身上这件旗袍价值6位数，立刻！马上给我脱下来！”柳如烟眼中闪过一丝惊慌，但很快镇定下来：“炳荣给我拿的，看质地像几10块钱的地摊货，我也就随便穿了。”他右手上的戒指不经意间划过身上的旗袍，上面勾勒的金线立即出现了一道刮痕。哎呀，不小心被勾破了，这旗袍的质量也太差了。表嫂，你该不会是被人骗了吧？血气上头，再也忍不了了。我二话不说，直接上前撕扯旗袍。这玩意儿就算是坏了，也不给人白嫖，非扒下来不可。柳如烟没料到我直接上手，尖叫着朝张炳荣身后躲去。我为了结婚刚做的美甲派上了用场，把张炳荣的脸抓得血肉模糊，条条道道：“我和你拼了！敢碰我儿子！”表姑妈厉声尖叫，推了我一把，婚纱长长的拖尾直接让我从台上滚了下来，天旋地转，脑袋一阵钝痛，摸了把额头，流血了。一旁叠的有几人高的玻璃酒杯开始摇晃，朝着我迎面倒来。关键时刻，我爸妈和表哥、表弟赶到，将我拉到一侧。随着哗哗啦啦的碎玻璃声音响起，刚刚摔倒的地方完全被玻璃碎片覆盖。我被家里人拉起来时，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一阵后怕。如果我真的被那些玻璃杯砸中，轻则毁容，重则被割破动脉血管，也许是件事情闹大。表姑妈愣了一会儿，立马抹起了眼泪：“莹莹啊，姑妈不是故意的，没想到你没站稳啊，都是这台阶设计的太不合理了，要是出事儿可怎么办啊？”我爸妈已经从策划那边了解到了情况，冷冷地说着：“这里有监控，是不是你推的莹莹一清二楚？”话音刚落，
表姑妈慌了一下，张炳荣却气定神闲：“表嫂，表嫂，都是亲戚，不用闹得这么难看。”任志达看着我，面带哀求：“老婆，姑妈就是心急了些，她没有恶意的。看在一家人的面子上，你别计较了。”“什么一家人？”我冷冷地看着任志达：“我们还没领证呢，今天这婚我不结了。”我提高嗓音：“一场婚礼就一对新人，既然你们这么喜欢蹭别人家的婚礼，那干脆今天就让给你们张家人结婚。”任志达和他家人的脸色唰的一下全白了。说着，我指向婚礼策划：“剩下49万的婚礼策划费，麻烦贵公司向他们家要。”这话一出，全场哗然，女策划神色变了又变，十分为难。宾客们在一旁窃窃私语。这下，表姑妈和张炳荣脸上齐齐露出了慌乱的模样。“乔莹莹，你疯了！”表姑妈黑了脸：“关我们什么事儿？又不是我们订的婚庆公司，凭什么让我们付钱啊？”张炳荣骂道：“做梦呢！你们自己结婚，为什么让我们付尾款？”我并没理会。“妈，我想换衣服回家。”我妈眼里含泪，点点头。我爸面带怒容：“换好衣服就回家，这样的婚不结也罢。我们乔家还不至于养不起一个女儿。”现场闹哄哄一片。我很快换好了衣服，但刚出化妆间就被任家的七大姑八大姨围了起来：“莹莹啊，不要生气了，表姑妈也不是故意的。大喜的日子不要置气哈，你表姑妈家是困难了些，所以才想出这样的馊主意。你作为晚辈多多担待，别气了，把妆哭坏了就不好看了。”任志达表情难看：“莹莹，这件事是我考虑不周，但亲戚们都在呢，婚怎么能说结就不结？你别闹了，我们谈谈。”表姑妈冷哼一声：“志达，你哪里是娶的媳妇啊？明明就是娶了一个祖宗。”“表嫂，你别太过了。”张炳荣搂着柳如烟，立马变了副嘴脸：“我们都低三下四的道歉了，你何必呢？”柳如烟娇滴滴地对着任志达说：“志达哥，表嫂怎么这样啊？已经收了你家彩礼了，说不结婚了，这不是骗彩礼吗？”他身上依旧穿着我的旗袍。就在这时，一群身穿制服的警察走了进来：“你们这里有个叫乔莹莹的人报警。”“是我。”我指着张炳荣一家子，面无表情地说：“警察同志，他们偷我价值6位数的礼服，还打伤我。”表姑妈肥硕的身躯颤抖，挤到我面前：“你乱咬什么？什么时候偷你东西了？”“那是借的。”一旁的柳如烟眼珠子一转，狡辩说：“就是啊，那是我未来婆婆向你老公借的，她自己也答应了，关我们什么事？”他们两人一唱一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任志达。任志达呆了一下，面容涨得通红：“你们胡说什么呢？明明表姑妈你和炳荣只说借一下捧花，我什么时候答应把莹莹的旗袍借给你们了？老婆，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有。”我瞪了他一眼，并未理会任志达的解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张炳荣见任志达这么说，当即恶人先告状。他顶着满脸鲜红的抓痕，在警察面前委屈巴巴：“不就是向你们两夫妻借东西而已吗？你们却把我打成这个样子。警察同志，你们可要为我们做主啊！我是小心被张莹莹的裙子绊倒了，根本没推她，是她自己摔下去的。”表姑妈就像一台闹钟，掐准了时间，开始嚎啕大哭，一边哭还一边往地上躺，肥硕的身躯蠕动，宛如一只蚕蛹，嘴里还不停说着我们欺负他们孤儿寡母，连带着欺负他的未来儿媳妇。这样撒泼打滚，显然让来的几位警察直皱眉头。我的家人都被气得直接发抖。几个警员去调监控，化妆间的监控只能看见表姑妈拿走了东西，
酒店大厅的监控却在好久之前就坏了。表姑妈又都是背对着在场的几人，所以根本没看清她到底有没有推我。表姑妈嘴角扬起得意的笑容。志达是我外甥，是他叫我拿的东西，这也能说我偷的？任志达气得攥紧了拳头，面红耳赤。我只叫你拿捧花，可没说让你偷旗袍。看在你是长辈的面子上，我才一直忍让。没想到现在你还倒打一耙。张炳荣，你们没证据就别污蔑我妈。我算是知道为什么张炳荣一家子这么大胆了。他们早就知道这家酒店的宴会厅监控坏了。忽的一个念头从脑海闪过，我指向一旁的摄影师，监控没拍到，不代表其他东西没拍到。摄影师全程跟拍，一定拍下了刚才你们的恶心嘴脸。表姑妈这下笑不出来了，她有些无措地看着自己的儿子。警察让摄影师当场播放录下的画面，不出我所料，里面果然录下了刚刚我被推倒的画面。你还有什么话好说？警察表情严肃，麻烦你跟我们回去调查，真相大白。大家看表姑妈的眼神都透着谴责，原来真的是她，怎么这么恶心啊？偷东西还倒打一耙，推新娘子。她慌乱地往张炳荣身后躲去。儿子，妈不想坐牢。呜呜，妈，表姑妈拉着张炳荣的手不松开，哭得鼻涕眼泪都呼了一脸。尽管是这样，但最后还是被警察强行带走。在警察的要求下，柳如烟不甘心地把旗袍脱下扔给我，嘴里还不停嘀咕着：“小气罢了，不就穿了你一件衣服吗？用得着大呼小叫？你给我等着！”张炳荣瞪我一眼，拉着柳如烟就要往门口走。这事还没完呢，等我妈出来再找你算账。警察却拦住他和柳如烟的去路，两位也跟我们一起回去。旗袍的事情还没调查清楚。张炳荣舔了舔唇角，笑得有些僵硬。警察同志，不用了吧？警察可不惯着他，就这样将表姑妈一家都带走了。见状，任志达拉着我的手，哀求道：“对不起，莹莹，这一切都是我的错，不该借捧花给表姑妈，你别生气了好不好？”他的父母在一旁附和着，笑得僵硬。是啊，是啊，你看来了这么多亲戚，咱们还是得走完流程吧。为了所谓的面子，任志达把捧花借给张炳荣一家，现在他的父母又不顾我流血的伤口，还想让我走完婚礼流程。这种男人，这样的家庭，我算是看透了，淡淡的扫了他们一家子一眼。我说：“我现在要去医院验伤，没空和你结婚。”莹莹，车来了，我们走。我妈我爸扶着我往外走。任志达一家还想说什么，刚上前几步就被我家来的堂哥、表弟、大伯等拦在了里面。莹莹，你不能这么自私啊！今天可是我们的婚礼呀，造孽呀！新娘都走了，这婚还怎么结呀？身后源源不断传来任志达他妈的哀嚎声，随着车子的发动，声音越来越小，直到消失。验伤证明开好后，我直接交给了警察。派出所那边已经调查清楚，确实是张炳荣他妈拿了我的衣服和东西，但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件事和张炳荣有关系。张炳荣他妈要在派出所关上10天半个月，另外他们家还要赔偿我的医药费和损失。张炳荣参加婚礼的时候有多兴奋，现在来求我的时候样子就有多凄惨。我在医院住了几天，张炳荣就来了几天，嘴上说着他妈知道错了，希望我能给个机会原谅。见我不动声色，又开始道德绑架。最后我冷漠的样子终于惹恼了他。臭婊子，别给脸不要脸！张炳荣怒瞪我，我妈都被关进去了，你还想怎么样？说着他起身朝我冲来，
嘴巴放干净点。随着一声怒喝，张炳荣被我爸请的保镖挡了回去，他态度一下子软了下来，缩了缩脑袋，跟个鹌鹑似的。我说完了吗？说完就滚。张炳荣往地上呸了一口痰，骂骂咧咧地转身离开。能让张炳荣来求我，想必这几天张家肯定鸡飞狗跳。听人说他妈在派出所鬼哭狼嚎，人家民警同志公事公办，硬是没给他耍无赖的机会。嚣张了一辈子的老太太，这回终于栽了，不仅吃不好睡不好，而且还被吓得不轻。等放出来，整个人足足瘦了几圈，脸上的肥肉好似被吸干了一样，又憔悴又苍老。之后我又去派出所做了笔录，却在门口见到了任志达一家子以及张家人，显然他们是来看表姑妈的。柳如烟挑衅地看了我一眼，幸亏任大哥没娶你，像你这种悔婚的女人真是不要脸。他朝着任志达看了一眼，还不把8万8的彩礼钱还给人家。同为女人，我真为你感到恶心。任父瞪我一眼，别说这些有用没用的，把钱还回来还能娶个更好的。任母在一旁帮腔，你骗婚就算了，别耽误我儿子了。阿姨，您可别忘了酒席的钱。柳如烟勾起一抹讥笑，都是任家出的，新娘子跑了还不得叫他赔，那可有好几万呢。任志达表情冷漠，张莹莹，你现在不仅逃婚，还让我们任家抬不起脸来，我真是瞎了眼看错了你。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我突然回味过来，原来3年的交往抵不过他口中的面子。不，或许他根本不爱我，从任志达没告诉我就同意把铃兰捧花借出去这件事上，就看出他根本不在意我的感受。柳如烟在任母耳边嘀咕了几句，任母伸出5个指头说道：“50万，一个子都不能少。我们家一大群的亲戚从外地赶来上海，吃的穿的，哪个不需要我们家出钱？这些都得赔给我们。一群神经病！”我只图着柳如烟冷笑，难道不是你和张家母子3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吗？你们破坏了我和任志达的婚礼，还有脸在这里狗叫？怎么，张炳荣不在，你就开始勾搭任志达了？你……柳如烟气得鼻孔微颤。你胡说什么呢？我是来帮忙的。我双手抱胸看着他们，不过也得感谢你，让我看清了人家是个什么东西。任志达脸色黑沉，张莹莹，我表弟和表姑妈确实有错，但你要嫁给我了，却不能为了任家吃一点点亏，不顾及任家的面子。你这种人太自私，太强势了。你说我自私，是因为你没占到便宜；说我强势，是因为我不好控制，伶牙俐齿。任志达抬起手就要打我，却被我旁边的保镖一把抓住手。你是不是忘了，你的车子是我买的，150多万，还有你现在手上戴的手表也是我出的钱。我被气笑了。你要是真想算，我陪你算到底。任家一家子看着我，神色复杂。几分钟内，谁也没敢说话，毕竟我身边有2座大山似的保镖在。柳如烟心虚地拉着任母走了。阿姨，叔叔，我们别理他，别得意。张莹莹，你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呀？任志达皱着眉头，我们的账下次慢慢算，留下一句狠话。几人慢慢走远，解决完这些事情，我回到家，瘫软在床上，回想起我和任志达的点点滴滴。当初要不是我在海边写生，任志达救了被海浪差点卷走的我，我和他也不会认识，甚至最后走到结婚那一步。爸妈当初曾经告诫过我，我们家和任家差距太大，门不当户不对。我和他在一起注定会受苦受难，我却觉得爸妈是瞧不起人，
低估了任志达的上进心。任志达家庭条件不好，任父任母都是农村人，也没有养老保险，家里没车没房，只有一间农村自建房。他大专毕业，我研究生毕业，怎么看我们都不相配。可当时的我就看上了他情绪稳定，对我体贴关心，再加上救命之恩，我仿佛给这个人身上自动加了滤镜，一门心思的想要嫁给他。现在想想，我真的可笑极了。不知什么时候，我妈来到身旁，将泪流满面的我搂在怀中。你这孩子，我就知道，嘴硬心软。无论你表现得多么强势，对任志达满不在乎，但心受伤了还是会流泪。看清楚就好。幸亏你现在还没嫁给他。我点点头。家里人劝我出去旅游散散心，我摇摇头。车子和东西我一定得拿回来。这些年，我给任志达花了多少钱？名牌包包和手表不算，已经超过了200万。他们却还想让我还8.8万的彩礼钱，真是可笑至极。我爸点点头，我已经交给律师处理了，很快会有结果。我明白爸爸的意思，把一切交给律师和法院处理，只是资料还没递上去，任志达一家就带着张炳荣一家子闹到了我家小区。他们不仅拉起了红色横幅，还用扩音器对着我家大门大喊：张莹莹，退我高额彩礼钱，还我血汗钱！堂哥就要冲出去找他们算账，被我拉住。这群人渣简直就像是搅屎棍。我赶紧打了个电话给保安室，这才知道任志达以我未婚夫的名义带着人进来。保安见过他几次面，也就相信了说辞。我爸气得用拳头重重地捶了捶桌子。这物业看来是要换了。不会吧？张家缺8.8万的彩礼钱，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你不知道有些有钱人就喜欢偷东西吗？8.8万对张家来说虽然只是小菜一碟，但你别忘了商人的吝啬，有的吃还不吃吗？一些住家保姆和佣人围着任家指指点点，声音越传越大，就好像有人故意引导一样。小区里住的都是来来往往的生意人，再这么下去，说不定会影响我们张家在商场上的声誉。我想了想，家里有没有多余的扩音器？我拿着扩音器，叼着半个苹果下楼。家里人不放心我，堂哥和2个保镖跟在我身后。我打开扩音器，试了试音量，对准任志达那家子。任志达还钱，任志达欠钱不还。张炳荣比任志达还激动，上前就想抽我。倒反天罡啊你！自己不还彩礼，还想着要钱。我左手一挥，苹果盒重重地砸在他脸上。这里没你说话的地。我用扩音器对准任志达。任志达，我问你，我送你的车子和这些年陆陆续续花的钱，没有200万也有150万了，你打算怎么还？任志达面不改色。这是我们恋爱时的花销，算是自愿赠与，我凭什么要还给你？倒是你，我们恋爱期间，我所有的工资都给了你，你还要把钱全部还给我。想起任志达在恋爱期间给我的转账，全部多了几个小数点，原来就是为了这么一天。果然诡计多端的男人，偏偏我早就把这么多年来的吃喝玩乐转账记录全部打印出来，摔在他们一家人的脸上。看看吧，这些年逢年过节，我给你们家买过多少礼物，花了多少钱，都在上面。果然，围观的保姆和佣人开始对着任家指指点点起来。任母心虚，说话开始不利索。说什么呢？这都算得这么清楚，感情刚开始你就不信任我们志达呀？有你这么心眼多的人吗？怎么刚才不说你儿子心眼子多了，连把工资这件事也设个陷阱给我？你儿子工资1个月才5000，我工资6万，要不是当初你儿子非要给我，我为了他的面子，
我会要拿5000块，气死我了！任母捂着胸口，哎呦呦呦，我的胸口好疼啊！一直不敢说话的柳如烟开口：“你都这么有钱了，帮衬点任家不好吗？要不是你这么小气，我都该叫你嫂子了。任家一大家子都被你给毁掉了。既然你这么大方，你怎么不出钱接济任家，反而还要蹭我的婚礼？”我对着任志达提高音量：“我警告你们，我的资料已经提交法院了，你们等着还钱吧。”柳如烟和张炳荣以及任家一大家子终于被保安轰了出去。我松了口气，却没想到，经过这次事情后，任志达开始偷偷变卖我送给他的车子和名贵物品，并且将一部分钱分给了张炳荣一家子。原来这就是那天张炳荣来掺和闹事的原因，感情是想分一杯羹。我一打听，张炳荣准备在上海和柳如烟办婚礼了。原本张家是打算回老家办，但是柳如烟突然怀孕了，她不乐意回老家，所以匆匆忙忙改成了在上海举办。那间举报婚礼的酒店万宝园，刚好是我家认识的世伯家的产业。我摸着下巴，顿时有了个主意。我先是打了电话给世伯，知道了张炳荣要举办婚礼的宴会厅，然后用小号在社交账号上发布，在万宝园酒店举办多对新人结婚的派对。看到报名人数后，我向之前的婚庆公司拨打了电话。之前婚礼策划的尾款我可以付清，但是我有个要求，到了张炳荣和柳如烟结婚的那天，我和10对准备好求婚的男男女女在另一个宴会厅中等待张炳荣那边的婚礼仪式。10对男女脸上喜气洋洋，身上按照我的要求，女生穿着简易的婚纱，男生穿黑色西装。看到保镖对我招了招手，我示意新人可以从门口进去了。大门打开的瞬间，台上的张炳荣正在给柳如烟戴戒指，音乐响起，10对男女涌入，纷纷登台。他们拿出自己的戒指，念起了结婚誓词。我请来的摄像师用摄像机记录了这一刻。张家、任家以及请来的宾客一脸懵逼地看着这群穿着婚纱西装的新人，一对对占据了看台。其中几对男女颜值较高，让人赏心悦目，甚至比起张炳荣和柳如烟那对，更像新人。台下的宾客还以为是司仪和策划安排的节目。几分钟后，台上才响起柳如烟气急败坏的声音：“你们谁呀？谁让你们进来的？这是我的婚礼！”张炳荣怒气冲冲地朝着几人走去：“快滚！这里是我的婚礼！你们没钱蹭别人婚礼，真不要脸！”柳如烟尖叫出声：“滚出我的婚礼！你们这群穷逼！”她忍不住要把女孩推下去，有些微胖的女孩却直接扇了柳如烟一巴掌：“什么你们的婚礼？我们又不是没给钱！”旁边满脸长痘的男生撇了撇嘴：“现在结婚这么贵，A 一下又怎么了？”其中一个高大的男生直接脱下西装，露出麒麟臂：“老子就在这里，你们敢动老子和我麻子一下，就不让你们好过。”这群人我都让人调查过，多多少少有些品行不端，还有些是连工作都没有的小混混和不良少女。他们可不像我那样有素质，而是直接开干。看到这一幕的我，差点笑岔气。当日的回旋镖终于打在了张炳荣和柳如烟的身上，他们也该尝尝婚礼被毁掉的滋味。张炳荣刚开始还不甘示弱，冲上前和几人扭打在了一起，可就他那个弱鸡，很快败下阵来。柳如烟的头纱被撕掉，做好的发型已经披头散发，连妆都花了。租来的婚纱早就一片污渍，肮脏不堪，现场一片混乱。宾客、司仪、新郎新娘闹成一团，甚至可以用鸡飞狗跳来形容。
警察很快就赶到现场。张炳荣和柳如烟狼狈地要求警察主持公道。巧的是，这次来的还是上次的警察。他眉头一皱：“怎么又是你们？”我坐在车里，看着保镖发来的监控画面，知道最后警察将这场婚闹定性为了酒店系统的失误。张炳荣想要讨要赔偿，只能走法院起诉，他们只能自认倒霉。我抱着手机笑个不停，这对渣男贱女简直活该。睡了个美美的觉，第二天起来，有人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卧槽，莹莹，你知道吗？你前夫和柳如烟搞一块了。”这么劲爆的消息，居然是任志达的小表妹发给我的。我们结婚之前回过任志达的老家，他们家有个15岁的小表妹，嘴特别甜，叫我姐姐长，姐姐短。在知道我和任志达分开后，小表妹还臭骂了任志达一顿，背地里说他是傻子，为了穷亲戚，为了面子，把富婆姐姐给丢了。我有些哭笑不得。我回了条信息：“怎么回事？”很快，那边就发来了一段视频，是张炳荣和全家一起抓奸的场景。床上的两人被拍得一清二楚。任志达光着上半身，下半身只穿着一件短裤。柳如烟就更狼狈了，连衣服都来不及穿，直接被拖下了床。她哭喊着自己错了，别打了。可尽管如此，暴怒中的张炳荣还是将几乎浑身赤裸的她拖下床。柳如烟一边抽泣着，一边拉着仅有的被子遮住自己的身体。张炳荣的妈一个劲儿地往他身上招呼，在还算洁白的身躯上留下青青紫紫的痕迹。打了一顿后，将半死不活的柳如烟扔出门。任志达上蹿下跳，来不及穿好裤子，就从2楼的窗户跳出去。柳如烟眼睁睁地看着男人走远，欲哭无泪：“志达，救救我！呜呜，我肚子里还有你的孩子呢，你不要走啊！”视频戛然而止，我震惊到喊了句：“妈妈咪呀，这可真精彩！”据小表妹说，柳如烟在结婚前就和任志达勾搭上了，两人之前是在一个工厂，早就不清不楚。也是任志达将柳如烟介绍给张炳荣的，所以这一切都说得通了。柳如烟是故意蹭我的婚礼，她知道我的脾气，不会忍气吞声，一定会闹到时候我就一定不会跟任志达结婚，他也就有了接近任志达的机会。但没想到任志达就算没和我结婚，他依然不肯娶柳如烟。柳如烟此刻已经怀孕，只好嫁给张炳荣。我将事情告诉家里人，他们一阵唏嘘，连连庆幸我没嫁给姓任的。正说着，律师造访我家，告知法院已经立案，不日将开庭。半个月后，宣判结果下来，任家和任志达必须归还我的东西，一共220万，但同时我必须把彩礼钱退回去。这个判决非常公正。任爸、任妈却哭成了一团，因为柳如烟的关系，任志达将一部分的钱给了张炳荣家。张炳荣现在视任志达为死敌，也和任家断了来往，根本不会还钱。任志达走投无路之下找到了我，求求你了，莹莹，我错了，我再也不会惹你生气了，我们重新在一起吧。他扒着我的裤腿，像狗一样跪舔。我居高临下地望着他，好啊，你只要把我的鞋子舔干净，我就原谅你。说着，我拿出一双裹满黄泥的球鞋，扔在他面前。任志达犹豫不定，他最终哭丧着脸，慢慢俯下身：“莹莹，你在等我吗？”不远处传来磁性的声音，一个英俊的男大从后背搂住我的肩膀。任志达猛然抬头，他是谁？男大瞪他一眼，转头看我：“莹莹姐，这个乞丐是谁呀？”任志达气得浑身发抖。我搂着南大坐进车，别管了，
一个无所谓的人。莹莹，莹莹，你别走啊！任志达焦急地拍打着车窗，随着引擎的震动，汽车飞驰而出。某人也被甩在了地上。